原来之前都不是完整战力，命运高达涅槃重生，机动战士高达 Seed Freedom 剧场版设定先行解说。机体型号 STTS808， 不朽正义高达是由扎夫特和奥布两边的技术力量共同研制，采用常规动力且具有可变形能力的新型机动战士高达。机体的设计和开发方案与飞升自由高达一样，也是在正义高达和无限正义高达的基础上，加上部分村雨的技术，来使其在大气层中具备更强的机动性能，而且无需准备其他辅助装备，就可以从宇宙突入大气层，迅速降落地球进行作战。而这一点对于要交付给的对象 Compass 组织十分重要。作为国际维和观察组织，需要常驻近地轨道的位置，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介入全球热点地区，进而更好地快速执行维和任务，及时稳定战后各个地区因动乱事件爆发的动荡局面。相比飞升自由高达，不朽正义高达最显而易见的差别就是后备机翼部件的外形，而且该机翼具备有可变掠翼的结构功能，能够调整机翼与机体的角度，来适应在大气层中不同的飞行速度，从而提高不朽正义高达的飞行性能。而在武器配置方面，部分装备与飞升自由高达一致，就是手持的装备也是 MAM727A3 型高能光束步枪和抗光束复合型盾牌，其中光束步枪是基于正义高达和自由高达使用的改进而来，为了维持机体的可持续作战能力，攻击威力有所降低，但仍可以有效击破大部分机体的装甲。盾牌参考了无限正义高达的 MX2002 型复合盾牌，同样也带有武装，内置有 RQM75 型硕刃回旋盾和2把光束刃，可直接输出光束破坏敌方机体，也可以进行投掷、远距离攻击使用，并且能够通过遥控的方式来对敌精准攻击。在变成 MA 形态后，这两个手持装备的摆放与飞升自由高达一样，都是挂靠在肌肤位置，而与飞升自由高达有所不同的是，不朽正义高达背后的2门 MK1 型高能光束加农炮只能在 MA 形态下使用，而在近战武装方面，配备了2把 MAF202 型 Visonigo 光束回旋镖，与命运高达装备的硕刃2光束回旋镖一样，除了投掷也能拿来当光束剑使用，威力输出则与飞升自由高达相同，同样比核能机体的近战装备要弱一些。剩下的武器还有在腿部位置，也按着无限正义高达的方式装备了 MMIS2M5X 型 Calcitra 光束刃，能在机体使出踢击动作时给予对方机体重大伤害。头部还有2门20毫米口径的 MMIGAU27 型 Wonderfolk 近防火神炮，用来发挥机体末端近距离的防御能力。机体装甲方面使用的是 VPS 装甲，面对当前威力越来越大的光束攻击， VPS 装甲的防御性能开始有点力不从心，通常需要配合光盾才会有更稳妥的保障。但是不朽正义高达的手臂上并没有装备光盾发生器，这与飞升自由高达存在较大差异，大概是为了降低对机体电能消耗的压力，在设计时没有选择安装。然后就是机体操作系统和驾驶舱的设计也发生了重大改进，操作系统由奥布负责研发，而新驾驶舱采用了全周天驾驶舱，其全景式的体验大大开阔了驾驶员的视野，十分有利于提升驾驶员对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。机体其他的配置，像头部还有比较突出的光电天线，这个是阿斯兰驾驶过的机体都有的配置，因此可以确定不朽正义高达也是延续了队长机型这个定位。估计一开始开发不朽正义高达的时候，默认了机体由阿斯兰来驾驶，但阿斯兰没有加入 Compass 组织，因而机体交付的时候改由真飞鸟来负责驾驶。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人员这样安排的具体原因，但考虑到大天使号在运送强袭自由高达发生的抢夺事件，而且机体在被抢走以后就被拿来用于对地面设施进行恐怖袭击，接着就被 Foundation 王国黑骑士团的机体击落，才平息了这场恐怖袭击事件。虽然明面上 Foundation 王国提供了很大帮助，但是事件一环扣一环接连发生，不得不令人感到背后有蹊跷，让人生疑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，可能促成了阿斯兰做出决定不加入 Compass 组织，然后利用终端机组织的情报网络展开秘密调查行动，临时安排真飞鸟代替自己驾驶不朽正义高达来承担 Compass 组织的维和作战职责。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那就是来自扎夫特同为 Compass 组织成员的阿格尼斯想要驾驶不朽正义高达，要求真飞鸟让出机体，虽然最后没成，但便有了基于这个事情的一种猜测，那就是不朽正义高达完成开发运送给 Compass 组织的时候，可能是由阿格尼斯负责驾驶运送的，所以有过接触后，让他一直惦记着不朽正义高达。不过这一开始的缘由，还是真飞鸟一直在懊恼自己究竟有没有被信任时，
突然间被阿格尼斯闯入讽刺了一下。然而世界整个局势的进展很快，让 Compass 组织遭遇到了自建立以来的巨大危机，而这一切巨变发生的根源就在于 Foundation 王国的脱欧事件。这个英伦范十足的国家看似为小国，实际上却拥有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军事实力，旗下精锐黑骑士团使用的机体性能强大到可以压制强袭自由高达，这令欧亚联盟被迫承认 Foundation 王国独立成为既定事实。现在 Foundation 王国的女王和首相向拉克斯领导的 Compass 组织发出请求，协助打击活跃在 Foundation 王国与亚欧联盟相邻的国境线上的兰波斯局游击队。而就在 Compass 组织同意并前往共同作战的时候，基拉陷入了暴走状态，追击兰波斯局首领，闯入了欧亚联盟的边境。由于欧亚联盟不承认 Compass 组织的合法性，一直约定要求其组织的武装力量不得侵入该国领土，结果边境守备部队向基拉发起迎击，引发了冲突。马上 Foundation 王国的国防大臣修拉塞尔彭坦向欧亚联盟射向了一枚核弹，于是 Foundation 王国便借机指责 Compass 组织破坏协议，致使本国被波及，遭到巨大破坏，于是调转枪口向Compass 组织发起了攻击，包括不朽正义高达在内，Compass 组织的机体短时间内均被 Foundation 王国的黑骑士团击破。在这个危急的时刻，阿斯兰的及时介入才保住了 Compass 组织没有被团灭。在 Compass 组织的基拉等人退到奥布的期间， Foundation 王国配合 Plant 的激进派发动政变，同时派遣舰队夺取了地球联合在月球上的戴达罗斯基地，然后修复了上次大战损毁的战略兵器镇魂曲，接着将炮口对准欧亚联盟的首都莫斯科进行战略打击，胁迫世界各国加入到 Plant 激进派和 Foundation 王国发起的命运计划。为了阻止这个命运计划， Compass 组织重新组织兵力前往月球，向 Foundation 王国发起决战。为此，奥布曙光社交付了数架新改造的机体，应对接下来的决战时刻。这其中的一架机体是型号为 ZGMF A42S2 的命运高达 Spec2， 该型机体率先在第二次 Plant 与地球联合的战争当中投入使用，一登场就表现出了魔幻般的机动性能，几乎令对手防不胜防，难以招架。但在弥赛亚战役当中被无限正义高达击破，失去了战斗力。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信息，奥布现在提供的命运高达属于经过修复改进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。比起其他几架高达不同的是，改进后的命运高达跟扎夫特时期的机体相比，在外形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比较突出的差别仅仅只是部分地方外观颜色存在差异，看上去就像是仅只是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不过这个说法并不准确，根据已披露的信息来看，奥布有基于当前先进技术水平对命运高达进行了改进。首先是驾驶舱也换成了全周天驾驶舱，来提升驾驶员的视野，更好的投入到战斗中去。原先机体装备的超高能刀和混合动力系统应该没有更换，但动力输出有得到加强，机动速度较之前有明显提高。另一方面，在额头位置还增加了小型化的刀和供电系统，这个原先是安装在密涅瓦号上的充能设备，只要机体装有刀和接收装置，就可以在战场环境下短时间内完成功能。现在这套设备更进一步安装在了命运高达上，一度在作战时成功给予了脉冲高达能量补充，所以现在有说法称，像无限正义高达2世等相关机体可能也跟脉冲高达一样，如果是常规动力，将有可能带有刀和接收装置，由此来解决自身高耗能武器带来的能耗压力。而在武装配置方面，基本上与原来的配置相同，分别是 MABAR73S 型高能光束步枪，机体背后的 MMI714 型阿隆代特斩剑刀和 M2000GX 型高能光束加农炮，在肩膀位置还装备有可当光束剑使用的 RQM60F 型硕刃2光束回旋镖，手臂上的装备还有 MX2351 型固相光光盾发生器，并配有小型可伸缩的实体盾牌组合使用。手掌位置还是有 MMIX340 型掌中枪光束炮。除了头部的 MMIGAU26 型 17.5 毫米口径的近防系统之外，所有的光束武器都经过改进，实现了威力上的提升。不过由于黑骑士团的机体均使用了新型装甲，大部分光束武器的攻击无法对其造成有效伤害，为此还专门携带了一把使用实弹攻击的步枪，来用于针对黑骑士团的机体进行作战。同时额外还有一个型号为 AJXQ754V2 的宙斯魅影套装，其主要武器是一把体积巨大的超远程大威力兵器，并带有炮管作为备用，随时进行更换，并且还带有推进器组件安装在腿部和背部，用于加强机体的机动能力。
而背部的模块还有导弹发射装置，来增加机体的火力打击方式。剩下的在机体胸口位置还有新增的装甲模块，进一步加强了关键部位的防护能力。还有就是所有的模块组合起来可变成一个飞行踏板，能像无限正义高达的幻影01背包那样使用。不过命运高达在装备宙斯魅影套装时，需要提前卸下后备的2件武器才可使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宙斯魅影套装一开始出现的时候，是先用在了拂晓高达上，可见这个套装没有限于命运高达使用，包括相应的接口应该有进行兼容上的设置。最后是奥布的曙光射对幻象化粒子胶质的全息投影功能进行了完善，凭借光轮推进翼提供的高机动性能，由幻象化粒子胶体形成的残影效果得到了飞跃式提升。这个残影从视觉效果上看起来，命运高达就像忍者一样使出了分身的招数，令人无法确定机体真身所在的位置。而真飞鸟就是凭借这个方式，成功击破了 Foundation 王国黑骑士团的4架机体，为 Compass 组织拿下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。